当史蒂夫·罗斯柴尔德发自肺腑地感激叶晨时，叶晨挂了他的电话，就开始跟海伦娜商量明天一早究竟该怎么泼他一盆冷水。由于海伦娜在加拿大的访问活动还有2天才会结束，所以时间上倒也相对宽松。再加上海伦娜此前就放出身体抱恙的消息，所以加拿大这边也没有把行程安排得非常满。明天上午，海伦娜的时间完全自由，只是下午还有一次例行会晤和参观活动，所以她可以在7点钟就出发前往纽约去见霍华德，然后在中午时分赶回来。叶晨需要他办的事情也并不算难，见到霍华德之后，只要有个半小时，怎么都能办妥了。由于上次领略到了 AI 模型的魅力，叶晨便一直对这种新的科技心心念念。他暂时还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用得上 AI 的地方，但他觉得这东西将来对万隆店、对伊苏航运必有大用，甚至在将来与破青会的斗智斗勇中，应该也能发挥出不小的功效。于是他将自己的新版需求告知了海伦娜，嘱咐她道：海伦娜，你这次去见霍华德，除了找他收钱，还要让他给你在北欧搭建一套与硅谷那套一模一样的 AI 模型，并且让他签订协议，承诺这套 AI 模型要与硅谷那套实时同步更新升级，否则就将那家 AI 公司所有股份赔偿给北欧皇室。海伦娜不假思索地说道：好的，叶先生，明天我会跟他说清楚的。说着，海伦娜又问：叶先生，您要的那套 AI 模型，到时候怎么交接给您呢？叶晨道：这套东西，到时候就交给万隆店来使用吧。等 AI 模型的服务器在北欧搭建完成之后，我会让他们派人去北欧接手。到时候如果你们北欧皇室有相关需求，也可以随意使用。海伦娜笑道：我还不知道这些 AI 模型都能用来做什么。北欧皇室除了我之外，就是一些老弱病残，想来也用不上 AI 这么先进的东西。说着，他又道：不过叶先生尽管放心，到时候服务器放在北欧，肯定比放在绝大多数地方都更安全。叶晨点了点头，又道：对了，明天见霍华德的时候，一定不能让其他第三人在场，尤其是史蒂夫。好，海伦娜道：那我就明确要求与霍华德单独会面。说着，海伦娜又问：叶先生，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叶晨笑道：等你跟霍华德达成协议之后，还得让霍华德答应你一个附加条件。海伦娜道：叶先生您请说。叶晨道：让他答应你，丹药的事情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即便是他的儿子也不行。如果别人问起他为什么忽然痊愈，就让他始终坚称是一个奇迹，是耶和华显灵，谁问都是这个回答。说着，叶晨又道：你告诉他，就说你还有效果更好的丹药，如果他将来有需要，可以再聊一聊价格，但前提就是他必须答应那个附加条件。海伦娜点头说道：好的，叶先生，我记下了。叶晨又道：对了，一切谈妥之后，你记得告诉他，就说你之所以带着这么珍贵的药去见他，也是因为被他儿子史蒂夫的孝心所感动，帮史蒂夫在他面前多争取一点好印象。海伦娜不解地问道：叶先生既然要约束史蒂夫，为什么还要帮他在霍华德面前争取好印象？叶晨笑道：因为史蒂夫有把柄在我手里，保证这个把柄最有效的前提有2点。第一点是他父亲必须继续执掌大权，第二点是他在他父亲心目中必须仍旧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人的第一人选。只有这样，我才能好好拿捏他。要是他哪天被霍华德视为弃子，他自己也自暴自弃了，那些把柄也自然就一文不值了。说着，叶晨又道：这种把柄统称为黑料，这就像你认识某个小混混、小太妹，知道这个人参与过校园暴力，提供过色情服务，但这个人本身就是狗屎一堆的时候，这种黑料对其来说也是无关痛痒。可万一哪天这个人走了狗屎运，一下子成了大明星，你手里的黑料对他来说就足够致命了。海伦娜轻轻点了点头，笑道：叶先生既然将来还打算给霍华德提供丹药，那就是想让史蒂夫一直当这个第一继承人了。
对，叶晨笑道，最起码得先让他安安稳稳的在继承人的位置上再做几年。这几年里，有把柄约束他，有丹药约束他父亲，自然也就有了约束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宝。说罢，叶晨站起身来，开口道，你下午应该还有活动吧？对的，海伦娜点点头，道，加拿大方面安排了一些参观活动，晚上还要参加一个官方晚宴。好，叶晨点头道，那你自己一个人注意安全，我下午就先回美国了。海伦娜惊讶地问，叶先生，您还要再回美国？叶晨道，对，我在纽约的事情已经全部解决了，你还要等2天才回北欧，我有些事情还得当面跟我外公沟通一下，就不在这久留了。说着，叶晨又道，周叔叔的安全就得拜托你了，我会让万隆店暗中协助，也能多上几分保障。海伦娜不假思索地说道，叶先生放心，我一定会把周先生安全送到华夏的。叶晨点了点头，道，那明天的事情我就提前祝你旗开得胜了。叶晨与海伦娜告别之后，又到周良运的房间与他见了一面。叶晨把自己接下来的安排告知周良运，同时十分抱歉地说道，周叔叔，这次我就不陪您去北欧了，海伦娜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周良运恭敬地说道，有劳叶少爷了，您先忙您的事情，待在下抵达金陵之后，第一时间去向少爷复命。叶晨微微点头，开口道，这次周叔叔回到华夏，一切便要重新开始了。海伦娜会在北欧帮您安排一个过渡身份，待您到金陵之后，我会让人给您安排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没有离开过华夏、背景无懈可击的新身份。说着，叶晨又道，周叔叔，眼下罗斯柴尔德家族那边虽然已经撤销了对您的指控，但如果他们知道您还活着，可能未必会放弃对您的报复。而且这次事情非常复杂，就连破青会都盯上了4方宝藏，安排您假死，并且是在大火中尸骨无存。无论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是对破青会，都是一个没有任何线索的死胡同。所以短时间内，您可能要适应一下这种假死的状态，千万不要跟以前认识的人有任何联系，包括您在伦敦的家人。周良运点头说道，少爷放心，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一辈子见不到家人的准备。叶晨安慰道，其实也不用一辈子，等我有朝一日解决了破青会，您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用周彼得的身份回到美国，或者光明正大的去和您的家人团聚。到那个时候，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绝对翻不出什么风浪，我会让他们的家族族长亲自登门求您原谅。周良运笃定地说道，在下相信叶少爷一定可以将破青会彻底铲除。说罢，他想起什么，微笑着说，少爷，您还是帮我弄一个周良运的身份吧，就是之前那个周良运。至于这个周良运的身份背景、人生履历，就像我当初向宋小姐编造的那样，那个身份当时只是我自己伪造，经不起筛查和推敲。若是少爷能把那些信息放到新身份的官方背景里，把它做成一个程序真实的身份，自然会更加可信。届时我回到金陵，也可以光明正大的用这个身份招摇过市。我在吉庆堂那段时间，也认识了不少金陵古玩圈的人，其中还包括您的岳父萧先生。叶晨不禁笑道，周叔叔，您这个主意很好，您若是还以周良运的身份回到金陵，可信度一定更高，到时候还能迅速融入金陵的古董圈子，大隐隐于市。说着，叶晨调侃道，要是我岳父要是知道您回了金陵，估计还会对当初的事情心有余悸。周良运笑道，幸亏当初打您岳父耳光的人是吉庆堂的保安，不是我，不然您岳父见了我，怕是要跟我拼命。叶晨笑道，不要紧的，我岳父这个人嘴比胆大，不会做出什么过激行为。说着，叶晨看着周良运问道，周叔叔，到了金陵，您有什么打算？想继续从事古董行业？周良运道，在下也没什么本事，就是搞了几10年古董，所以在下现在想的是，若是周良运这个身份能做得无懈可击，
那在下就回到金陵开一家小古董店，生意好坏无所谓。一方面像少爷您说的，大隐隐于市，安全只是其一。除此之外，在下也不用一直躲在暗处不敢见人。另一方面，少爷如果有什么需要在下的地方，在下也能随叫随到。叶晨觉得周良运说的很有道理。周彼得这个身份，现在的状态是失踪，但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眼里，他已经跟陈志民一起烧死了。在破清会眼里，他是和陈志民、钟永博一起人间蒸发了，而他们连自己无比熟悉的陈志民和钟永博都找不到，不可能跳过这两人，专门去找周彼得。况且周良运这个身份，只是一个华夏土生土长的古玩贩子，从潘家园一路折腾，最终在吉庆堂被宋婉婷扫地出门，只需要再给周良运补上一段离开吉庆堂之后的人生经历，那他再回到金陵就可以完美融入了。更何况金陵古玩圈十分低端，大部分都是张二毛那样的大忽悠，以及自己老丈人萧长坤那样的二把刀，这些人里不可能有谁能认得出北美周家的周彼得。到时候周彼得要是真到金陵的古玩街上开家小店，也肯定是不显山不露水。于是叶晨问他，周叔叔，我回去之后就给您落实周良运这个身份，只是您从吉庆堂离开，再到您这次回金陵，这中间的人生履历，您打算怎么处理？周良运笑道，到时候我提前准备一批不太起眼的古玩，到金陵就找一些古玩圈的老熟人，去古玩街上盘个小铺子，对外就说这段时间去西北和西南的乡下收古董去了，攒了些东西，又对金陵心有不甘，所以重新杀回金陵开店。叶晨点点头，这个说法比较可信。我到时候再给您安排一些您坐火车去西南、西北的记录，另外在弄点宾馆的住宿记录，再搭配着这些记录做一份银行流水，任何人想查您，只要过去一切有迹可循，并且符合逻辑，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周良运拱了拱手，感激地说道，那一切就有劳少爷了。我这2天正好没什么事，就抓紧时间梳理一份过去这段时间比较合理的行动轨迹，到时候发给您，您让人按着我梳理好的行动轨迹做档案记录就留可以了。好，叶晨点了点头，问他，周叔叔，您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周良运忙道，不敢，在下倒是有一个问题想问少爷。叶晨道，周叔叔您请说。周良运问他，少爷看过九玄经序了吗？还没有。叶晨如实道，九玄经序的影印版，我当时是跟四方宝状一起取出来的，只是这九玄经序我还一直没仔细看过，原本是打算等回去之后再抽时间好好研究一番的。周良运点头说道，九玄经序内容深奥，晦涩难懂，当年在下就是怎么都研究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才放弃的。少爷若是有兴趣，您父亲当年也是废寝忘食的研究很久，才逐渐找到门路，所以少爷您若是一开始进展不顺，也不必太过着急，慢慢来，终将有所斩获。